你都散仙境了？胡麻子看向陈平，这才发现陈平已经是散仙境了。陈道友，短短1个多月，没想到你竟然达到了散仙境了。修睿看到陈平也是震惊不已。刚刚突破的。陈平淡淡一笑，随后跟着胡麻子和修睿说了下自己接下来要处理的事情，让胡麻子和修睿在灵狐坊好好待着，不要到处乱跑。陈道友放心吧，胡大师肯定不乱跑，这1个多月他可是夜夜笙歌。修睿看着胡麻子，眼神中略带羡慕地说道：胡大师，你也该节制下，别到时候虚脱而亡了。陈平大取道：快滚蛋吧，等你回来后，我们要找人族地狱带了2个女人，总有玩腻的时候。胡麻子朝着陈平摆了摆手道。陈平、白毅跟着风仙离开了犀牛城，直奔飞虎城而去。犀牛城跟着飞虎城相隔万里，陈平他们飞行了将近1天时间，才赶到了飞虎城。陈平悬浮在半空之中，远远地看过去，发现这飞虎城的规模虽然没有犀牛城大，但是这飞虎城却是由大大小小数十座城池组成的，而在最中间的位置就是飞虎城的城主府，被众多城池包围着，安全系数要比牛虻的城主府高多了。犀牛城只是1座城池，牛虻的城主府在中间位置，而飞虎城是大大小小数十座城池，每个城池都有着独立的关卡，所以要想通过这些关卡进到飞虎城的城主府，那可比等它还难。夕阳西下，暮色如血，将飞虎城外围的青石城墙染成暗红。陈平望着连绵如巨兽鳞甲的城池群，袖中仙气悄然运转，正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就在陈平他们走到第1道城池关卡，便察觉到3道隐晦的气息锁定在3人身上。站住！飞虎城戒严，闲杂人等速速离去。第1座关卡前，铁甲守卫横戈拦路，头盔缝隙里透出警惕的目光。风仙刚要开口，陈平抬手止住，他瞥见守卫腰间悬挂的青玉令牌，指尖凝出一缕淡金色符文，轻轻点在令牌之上：劳烦通传谢城主，我们是犀牛城的人，受邀来见他的。符文渗入令牌的刹那，守卫面色骤变，恭敬行礼方行。因为这确实是飞虎城城主相邀而来的，他们这些小小的守卫可不敢为难，更何况他们只是最前面的1个小城守卫，存在感最低的了。白毅压低声音：贤婿，这符文牛虻告诉我的，要不然关卡都过不去。陈平神色淡然，目光却扫过城墙上若隐若现的阵法纹路，不过看这架势，怕是不止1道关卡。果不其然，行至第3座城池时，城门轰然紧闭，12名玄衣修士踏着黑雾现身，为首之人手持青铜罗盘，罗盘上倒映出3人清晰的身影。你们是何人？既敢擅闯飞虎城，只有死。我们是犀牛城的人，收到谢城主邀请，特来谈判的。陈平上前一步说道：你们是犀牛城的人，我可不认识，想要见城主，先过了我们这关。那为首之人竟然转动罗盘，1道阵法瞬间出现在陈平他们面前。风仙见状，冷笑一声，周身气息翻涌，正要动手，陈平却踏前一步，他指尖划过虚空，竟凝出与方才如出一辙的符文。只不过这次符文泛着刺目的红光，符文融入城池大阵的瞬间，整座城池剧烈震颤，玄衣修士们面色惨白，纷纷呕血倒飞。我叫陈平，来找你们城主，是给他面子，若有人阻拦，休怪我痛下杀手。陈平的声音如洪钟响彻城池，余音阵的云层都裂开缝隙。这些玄衣修士个个脸色难看地让开了道路。当陈平他们穿过最后1座城池时，城主府的飞檐已近在眼前。朱红大门缓缓开启，一名身着金丝蟒袍的中年男子负手而立，正是飞虎城城主解仲。他目光如电扫过陈平3人道：你们3个是何人？为何从未在犀牛城见过你们？3人踏入院落，随后从陈平的袖中飞出一枚古朴玉简：谢城主，
我们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代表牛城主跟你谈判。解仲接过玉简，瞳孔猛地收缩，院中气氛瞬间凝固，唯有晚风卷着落叶在两人之间盘旋。解仲当然认识这玉简，这是牛盟的身份象征，有着玉简在，就能代表牛盟做出任何承诺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谈谈吧。解仲把玉简还给了陈平，说道：跟你谈，你能做主吗？陈平问道。废话，老子可是飞虎城的城主，我不能做主，谁还能做主？解仲冷哼一声，虽然你是飞虎城的城主，可能够做主之人，怕是不在这里吧？陈平说完，眼神看向西部方向，因为在这城主府西面有着一个向西的山脉，一路上有着10几座城池，全都是飞虎城的势力范围。可陈平却发现，整个飞虎城这数十座城池组成的是一个阵法，虽然一眼看过去，这些城池保护的是最中间的主城，但是陈平察觉到这阵法的阵眼所在，却在那山脉之上。山脉之上有着一个面积很小的城池，是那种被人都看不上眼的小城。可是整个巨大的阵法阵眼却在这个小城之上，这明显是不合理的。所以陈平推测，这解仲只是明面上的城主，真正掌控飞虎城的人肯定在那小城内。你在胡说什么？我压根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。若是你们不想谈，那就请便。反正牛盟的儿子在我手里，我有的是时间等他谈。解仲似乎很生气，冷着脸说道。看到谢仲的表情，陈平更加的相信自己的猜测绝对是正确的。当然想谈，否则我们不远万里来这里旅游吗？陈平说道。好，既然想谈，那就进屋吧。解仲说完，率先走进了房间。大哥，小心有诈。风仙见状，对着陈平提醒道。贤婿，我们还是小心点。这解仲明显在耍我们，还派人在关卡试探。白毅也对着陈平提醒着。你们两个在外面等着，我自己进去看看。若是有什么危险，你们马上就撤，不要管我。陈平对着风仙和白毅说道。大哥，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我拼了这条命也不会让你遇险的。风仙讲义气地说道。白毅则是瞪了陈平一眼道，贤婿，我若自己逃命，还怎么跟着女儿交代？你只管去谈吧，大不了我们3个一起拼了。陈平点了点头，随后跟着谢宠走进了房间。若是只有解仲一人，陈平压根不惧。就解仲的实力，陈平还是能够对付的。坐吧。进入房间，解仲让陈平坐下。随后有人端来茶水，而端茶水之人正是犀牛城天宝阁的掌柜李天宝。此时李天宝已经恢复身份，成了飞虎城的核心人物。没想到牛城主会派你来。李天宝看到陈平，有些意外地说道。谁来都一样，难道不是吗？陈平一语双关地说道。李天宝听后微微一笑，确实，若是牛城主来了，我还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。各位旗主，你也没有错，若是其他人掠走了牛奔，说不定他还要吃些苦头，最起码你不会。陈平说道。李天宝一听，脸上的神色变了变，最后转身离开了。牛奔在我这里很好，这一点你们可以放心。我要的只是资源和地盘，至于那牛奔的命，我不感兴趣。解仲在李天宝走后，对着陈平说道。说说你的条件吧。陈平问道。宝藏之地归我飞虎城所有。解仲说道。没问题。陈平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了。宝藏之地如今就是一个死地，什么宝藏都没有了，陈平当然可以答应。见到陈平如此痛快的答应，解仲倒是有些疑惑了。谢城主，你也不用疑惑，为什么我如此痛快的答应？那宝藏之地还需要时间开启，现在就是个废地，没有人能够进入，所以这种地方对于牛城主来说并不重要。陈平解释道。解虫听后点了点头，确实如此。不过我不只要这宝藏之地，我还要100万仙币，
再加犀牛城城南3地的百年资源。可以，陈平点了点头。解仲一愣，你真的可以做主吗？当然，牛城主让我来的时候，就告诉我全权负责，什么条件都答应你了。陈平说道。你可知道100万仙币还有那城南3地的百年资源有多少吗？解仲不敢相信地对着陈平问道。不知道，不过我知道仙币没了可以再挣，资源没有了可以再生，但是儿子命没了，那就是真的没了。陈平平静地说道。解仲此刻满脸疑惑地看着陈平，原本他以为要讨价还价，心里的底价都想好了，谈判不就是有来有往吗？可现在陈平如此痛快的就答应了，让解仲有些手足无措，感觉陈平不按套路出牌了。你真能做主？解仲再次问道。当然，不过我答应你的条件，你也要让我见见牛奔，见不到人，我们谈的所有一切岂不是毫无意义？陈平说道。也对，解仲点了点头，随后轻轻的一拍手。那离开的李天宝带着牛奔走了进来。牛奔的脸色很难看，明显是被吓坏了。当他看到陈平的时候，满脸的疑惑。牛奔，你别怕，我是来接你回家的。陈平上前轻轻地拍了拍牛奔的肩膀，说道。就在陈平拍牛奔肩膀的时候，一道气息早已经被打入了牛奔体内。陈大哥，是我爸让你来的吗？牛奔问道。不错，你很快就能回家了。陈平点了点头。牛奔终于露出一丝笑容，明显放松了不少。这时解仲摆了摆手，让李天宝把牛奔带下去了，随后对着陈平道，人你看到了，我需要的那些资源和仙币呢？谢城主，你也知道这些东西并不是一时可以凑齐的，你容我通知一下牛城主，让他3天之内给你凑齐，然后送过来。当然，这3天内我们也不会离开飞虎城，但是你必须要保证我们的安全，还有牛奔的安全才行。陈平说道。没问题，我说了，我要的是地盘和资源，你们的命对我来说一文不值。解仲说完，伸手竟然跟着陈平握了握手。这一次的谈判对于解仲来说太顺利了。陈平从房间走出来，白毅和风仙瞬间迎了上去。大哥，怎么样？风仙问道。谈得很顺利。陈平笑道。顺利就好，这个家伙没有狮子大开口吧？风仙道。陈平摇了摇头，我感觉还好，只要了100万仙币，还有犀牛城城南3地的百年资源，当然还有那块宝藏之地。什么？白毅顿时惊呆了，这条件还不是狮子大开口吗？难道你都答应了？当然了，他就算要整个犀牛城，我也答应他，毕竟我也没打算真给他。陈平淡淡一笑道。你不打算给？白毅一愣。当然了，我只是拖延时间，找机会把牛奔就出去，一根毛都不用给飞虎城了。陈平说道。大哥，我们一路上经过那么多城池关卡，要想把那牛奔救出去，怕是很难吧？风仙眉头微皱道。办法总比困难多，我们还有时间想办法呢。陈平很是乐观地说道。这时解仲安排的人来带着陈平他们去休息了。这3天内，陈平他们只能在飞虎城的城主府活动。在陈平他们被安顿好了之后，谢仲凝视着西边山脉的方向，身形缓缓消失了。当谢仲的身形再次出现，却已经到了山脉上的小城之中。这小城中有着一群身穿红衣的修士，见到解仲却无一人行礼，解仲也是见怪不怪了。随后解仲来到一处修缮豪华的房子内，里面坐着一名蒙面男子，男子的脸色不太好看。看到解仲前来，冷声问道，可有结果了？大人，已经有结果了，100万仙币、百年资源，还有那宝藏之地犀牛城都答应了。解仲高兴地说道。哦，男子明显一愣，他们很痛快就答应了吗？是的，很痛快就答应了，并且3天后就会把所有东西凑齐。解仲点头说道。我总感觉答应的太快，
并不是什么好事，这3天你绝不能大意。男子说道。我明白，解重点了点头。男子摆了摆手，解虫转身离开了。在解虫离开之后，男子用力地咳嗽了几声，脸上的黑筋掉落。若是陈平此刻在这里，看到眼前男子肯定会认出来的。这男子竟然是神殿8殿主霍昭。当时霍昭的神魂被霍家家主霍震锋用令牌招去，结果跟陈平打了半天，陈平用赤云魔君附体，把霍昭给打得狼狈不已。最后霍昭跑了，跑回来的霍昭就一直身体虚弱，需要大量资源滋补身体才行。于是霍昭带领8殿的人占据了飞虎城。如今飞虎城的城主解重不过是个傀儡而已，跟着犀牛城要这么多仙币和资源，也是霍昭的主意。陈平猜的没错，真正拥有话语权的人确实不在飞虎城的城主府，只不过陈平并不知道，如今暗中掌控飞虎城的人会是神殿的人，会是神殿的8殿主霍昭。同样，霍昭也不知道前来谈判的人中会有陈平，他或许都猜不到陈平会这么快通过登天梯抵达天界。而此时在飞虎城的城主府，陈平、白毅和风仙3人并没有休息，而是看着暗下去的夜色，悄悄地从房间走了出来。这城主府如此巨大，我们该从哪里去找那牛奔呢？白毅眉头微皱道。岳父，我已经在那牛奔体内注入了一丝气息，现在只需要察觉到我那丝气息，就可以找到牛奔了。陈平说完，缓缓地散发出神识，开始探查自己在牛背体内留下的气息。很快，陈平就察觉到了，随后跟随着气息的指引，朝着城主府的后院而去。虽然一路上都有战兵巡逻，不过都被陈平他们给躲过去了。因为飞虎城城主府在数十座城池中间，所以不会有歹人进到这里，这些巡逻的战兵也就懈怠了。在后院的一处房间，陈平停下了脚步。牛奔就在这里。陈平指了指房间说道。看样子牛奔确实没有遭受到虐待，没有关进大牢里面，而是在房间里面囚禁着，这也算是很好的待遇了。我去把他救出来。风仙见状，赶忙要冲进去把牛奔给带出来，不过却被陈平一把拉住。慢着，让我看看有没有阵法。陈平缓缓地蹲在地上，然后手中在地上划出一个十分诡异的符文，紧接着一道仙力打入符文之中。嗡，伴随着那符文闪烁起光芒，在他们面前的房子竟然也跟着闪烁起来。很明显，这房间也被阵法包裹。若是刚刚风仙莽撞地冲进去，肯定会启动阵法，到时候他们就别想跑了。妈的，这些家伙真够谨慎的，在这么严密的地方还布什么法阵？风仙见状，不由得咒骂了一句。陈平并没有说话，看着眼前的法阵，缓缓地把手掌给按了上去。他要强行破阵，不要找阵眼所在了，毕竟他们的时间有限。伴随着陈平掌心一道道金光散发而出，房子周围的阵法开始逐渐的失去光芒，到最后完全的消失了。好了，陈平说完，风仙直接冲进房间，随后就把牛奔给拎了出来。牛奔大惊，正想大喊大叫，当他看到陈平的时候，瞬间把嘴闭上了。不要说话，跟着我们，我带你逃出去。陈平对着牛奔说道。牛奔瞪大了双眼，用力的点了点头。陈平他们开始带着牛奔他们逃离城主府，但是刚刚离开后院，却迎面碰到了李天宝。李天宝是过来给牛奔送东西的，他不想让牛奔遭罪。毕竟李天宝在犀牛城那么多年，牛虻对他也不错，甚至还让他当了天宝阁的掌柜。只是身为飞虎城的人，李天宝知道自己的使命，所以也没办法。当李天宝跟着陈平他们撞到一起之后，双方瞬间都有些懵了。陈平则是眼疾手快，一掌就朝着李天宝拍去。他要赶在李天宝发出预警之前，让李天宝失去意识，否则他们想要带着牛奔离开这里，怕是很难的。
李天宝本能的想要还手，可是最后不知道为何，却把手收了回去，让陈平一掌重重的击在胸口之上。李天宝倒飞出去，头一歪就给晕死了过去。